道教世界里头最高的统治者谁呢？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有人说这两口子我们知道，看《西游记》里边不就是吗？两口子合伙算计孙悟空，一会儿又弼马温，一会儿齐天大圣的，最后还下界捉拿妖猴，结果让孙悟空大闹天宫，把玉帝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喊：“快请如来佛祖！”不就那挺窝囊的皇上吗？哎，这确实就是玉皇大帝。但是说这玉皇大帝呀，到底从哪儿来？他跟王母娘娘什么关系？咱可别光看《西游记》，因为在这个民间传说里边，玉皇大帝跟王母娘娘应该说是从宋朝以后才有人说他俩是两口子。以前呢，有说他俩开天辟地就存在是兄妹两个人，还有的说呢，王母娘娘嘛是玉皇大帝他妈，要不能叫王母。当然，最早的说法是什么？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神仙里各司其职的两个部门领导，就好比咱们现在说这个县长和县妇联主任似的。所以王母娘娘是女仙的头，这个玉皇大帝呢，分管全面工作，这代管男仙，说他俩各司其职。那么，而且这两个人呢，我不说这个是两口子，南宋以后才有人这么写。到《西游记》的时候，才正式凿瓷实来，天上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为什么呢？他跟人间相比照，有皇上就有娘娘啊。所以这套东西，其实我们看，就像咱说阎王时候，阴间那些东西跟阳世间是一样的，天上的东西跟地上的其实也是一样。哎，都这点事儿，这是。那么最开始《山海经》这个神话传记当中就说呀，王母娘娘是个什么模样呢？你都想不到。说她长着一个豹的尾巴，有老虎的牙齿，经常张嘴这是大声呼啸啊叫唤，而且戴个盔甲，反正这个长得就人不人兽不兽的。一直到这个西周时候，才说这个西王母母仪天下，是个中年妇女。到后来呢，又变成30多岁的容颜绝世的女人。到《西游记》里边呢，典型的又恢复中年妇女了，整天没别的事啊，组织个大 party，开个蟠桃园，然后弄个蟠桃宴，请谁来吃饭。所以就说这个王母娘的形象是不断发展变化来的。那么玉皇大帝呢，比王母娘娘更丰富。说这玉帝在道教里是个什么位置呢？说玉帝后来叫总管3界10方4生6道。什么叫3界10方4生6道呢？3界，天上、地下、人间。天上我们都知道，地下就阎王爷这儿，人间这为3界。10方是什么呢？4个方位，东南西北，4个维度，前后左右，再加上上下，这不搁起来10个地方吗？这为这个10方，3界10方。何为4生6道呢？4生就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就指生命产生的4种形式，它管着生。6道是什么呢？轮回。轮回是指什么呢？为什么叫6道？有天道，有人道，有魔道，有地狱道，有畜生道，有恶鬼道。所以也就说，这个玉皇大帝是天上人间什么事他都管，所以这叫管3界10方4生6道。那么这玉皇大帝是不是道教里最高级别的呢？还不是。怎么产生的玉皇大帝呢？它是这个过程。道教里最高级别的是3清，就说老子一气化3清的3清。3清呢，说3尊真神。哪3尊呢？一个是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这为3清。那么中间这个为玉清元始天尊，元始天尊两边呢各站俩小书童伺候他的。这俩书童呢，一个叫玉皇，一个叫玉帝。后来就为了模仿人间，说你看有皇帝，天上也得有一个，搁谁呢？这俩童人这名字好听，带皇带帝，把他俩合二为一吧，
就叫玉皇大帝。也就是说，我们说道教的这个领袖三清，那得是在玉帝之上的。但是玉皇大帝呢，统领除了三清以外的一切世界。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他就是行政长官，三清是宗教领袖。当然了，这个体系里头呢，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你比方说如来佛祖，你怎么给他安排？佛和道不是一回事。那么一种说法是呢，如来佛祖呢是跟玉皇大帝可以称兄道弟的，你有什么危难你找我，所以说快请如来佛祖。还有的人说呢，如来佛祖就是玉皇大帝的下级，因为玉皇大帝不管这个三界吗？三界就有天上，天上分5部分，东天、西天、南天、北天、中天。中天这玉皇大帝坐镇，那四方就像分封诸侯似的，而西天就是如来佛祖掌管，说他是他下级，所以说你得给我来平妖猴来，你就得来抓孙悟空来。当然这个说法里头都有好多自相矛盾的，但是这个玉皇玉帝两个小书童合二为一，叫玉皇大帝，这可确实是来自道教的传说。那么这个传说其实也是模仿人间，皇帝都有号吧，玉皇大帝也有号，而且中国这个传统呢，你这号越长，那就显得你这越有身份。玉皇大帝号多长？我给你念念啊。玉皇大帝叫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勒至真，玉皇上帝。多少？20个字，这么多的号。所以玉皇大帝呢，在这个道教系统当中啊，其实就是主管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行政分事，都是玉皇大帝管。那么说玉皇大帝，这是我们说的一种说法，它是这么来。但是有好多人不这么认同，不从道教体系，从别的体系里找，说玉皇大帝是怎么被确定出来的呢？有人说了一个传说很有意思，说这个天上地下有一阵时间乱七八糟的，太白金星呢转化成凡人下界，想找一找一个人谁适合当玉皇大帝，结果找到了一个人呢，是一个山寨的寨主，名字叫张友仁。这个友人就是友谊的友，人民的人。说找到这个张友仁呢，发现他呢把这个山寨治理的井井有条，这个人能耐不小，很厉害。太白金星就说：“你能当玉皇大帝吗？”这个人推辞说：“我呀，管理个山寨行了，管不了那么多。”太白金星就后来一看呢，这个人还有个道号叫白忍，说你什么事都仁得，说能行。说既然什么事都仁得，必可治理天下。其实这个其实是一种儒学思想，就说你能吃亏啊，你才能做人上人。所以咱们以前呢，儒学经典里好多这样的例子。就这皇上一开始叫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皇上呢是干什么的呢？等于替天下人办事的。有的人不堪劳苦，一听说当皇上跑来。所以其实这个传说是体现了儒学思想对这个整个天下的理解，就是皇帝应该是为大家服务的。那么当然呢，有些传说比这个说的有意思，说这个张友仁一直呢是跟着姜子牙回事。这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分了这个封了那个都各司其职，各居其位。说姜子牙最后干嘛呢？没地方，其实有地方。姜子牙是把玉皇大帝这位置留给自个儿，结果呢，封到最后呢，他那个对头申公豹也封完了。豹问姜子牙：“姜道兄，你这个分封诸神，你给你自己留着吗？”姜子牙说：“哎，就我这个没有，意思我不是贪赃枉法徇私。”他说：“那玉皇大帝位置，你空着给谁？你说你要给谁？”姜子牙话赶到这儿，来了一句：“你甭管了，那是有人来做的。”他意思总有个人到这做，反正不是我。他就说：“你看，你甭管了，有人来做。”他身背后站着张友仁，转身过来了。哎呦，谢恩，您让我当这玉皇大帝。你看姜子牙僵到这儿没成，那你做吧。就这么着，张友仁当成玉皇大帝。所以你看这个民间传说呀，里边有很多技巧的东西，我们叫无巧不成书。所以咱甭管玉皇大帝怎么来的吧，你就从传说当中我们就发现，
民间老百姓往往对荒淫无道的皇帝有着一种气愤。你别看皇上说他天子怎么这个那个的，不见得能蒙了人。历朝历代的老百姓对于这个荒淫无道的皇上，那是既惧怕，心里头又憎恨。所以在神仙世界里的玉皇大帝呢，老百姓也尽可能的发挥想象力呢，奚落他。你比方说这皇上其实能力不大，很多皇上都属于昏庸无能之辈，要是下边没有四梁八柱的一些有才能的臣子顶着，很可能江山大厦将倾，稀里哗啦。那么我们看神话传说里的玉皇大帝，也是这么一个刚愎自用、两面三刀、心狠手辣、荒淫无道的主。你就说在对孙悟空这问题上，典型的无能之辈。一听说下界有个妖猴，怎么着？大闹东海龙宫，抢走如意金箍棒，跑阎王爷那耍酒疯，在判官生死簿上勾掉猴子的名，从此长生不老，这还了得？东海龙王跟阎王爷告状来了，说我派兵镇压，不问青红皂白，不问是非曲直，刚愎自用，给我派兵镇压去。结果镇压没成，太白金星说：“如此这样的妖猴，何不招安收服了事啊？”玉皇大帝也没有啥判断啊，这招不错，这招不错。你看他这什么主意没有，全是这些片汤话、废话。那么在跟孙悟空打交道过程当中，他一会儿高压政策，一会儿怀柔政策，一会儿虚情假意的，一会儿呢就面目狰狞的镇压，但哪招玩都不好。比方说一开始他派兵下界镇压孙悟空，派的巨灵神是个大草包，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你最后失败了。等到招安孙悟空的时候，又不能用好孙悟空，一开始封官封小了，封个弼马温，那孙猴子能不闹事吗？这是第二次倒封的不错，齐天大圣。可是孙悟空在天上呢，跟这个玩玩，跟那个聊聊。玉帝想找个职位给他管住，让他管什么？千不该万不该让他管蟠桃园。你让个猴去管桃去，那不非得监守自盗吗？就你让那好贪污的主让他管钱去，那还了得吗？所以就说这几招啊，玉帝玩的都一点不高明。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玉帝其实就是人间暴君的一种再现，根本对下属没有任何什么阶级感情啊。他这块荒淫无道，他这大发淫威。你比方说咱再说《西游记》，你就看孙猴被逮着以后啊，又是刀砍斧剁的，又太上老君炼丹炉的，恨不得把他弄死了。这是就心胸非常狭窄，度量一点都不大。你看那天蓬元帅猪八戒前身七情六欲也有啊，喝多点酒啊，跟嫦娥动手动脚。玉帝大怒，心说这都是我的女人，你敢碰？下去，还让你错头猪胎变得人猪不的。哎，也就是说睚眦必报，一点小事他都得报。比方说沙和尚，沙僧是天上啊玉帝殿前的卷帘大将。这卷帘大将呢没犯啥过错，就是皇上这开会的时候呢，一失手把一个琉璃盏给打碎了。其实这是个小过错，这琉璃盏打碎了，玉帝就觉得庄严的场合被破坏了，自尊心受挫伤，龙颜大怒，一拍桌子，都拿下，给我剁了。幸亏赤脚大仙求情啊，转世投胎下界去，最后法二跟唐僧取经去。也就是说毫无这种宽容之度，属下犯一点小过错，吹胡子瞪眼来彰显他的权威。先生这是你看起来说好像自由自在，其实各列仙班的神仙很不自由，都得听玉帝调遣，而只有玉帝可以自由自在，想干什么都行。另外玉帝跟王母娘呢还有一个特点很招人恨，在传说当中专门破坏人家幸福家庭。你比方说他的外甥女儿三圣母爱上了人间一位书生刘彦昌，生这个孩子就沉香。本来生活挺美满，这玉皇大帝呢非派二郎神下界，就给我把他们拆散了，把沉香弄走，宝莲灯收回来。后来那不是小沉香最后呢自助神府啊，又得了宝莲灯，然后打败二郎神，劈开华山，把鸭子底下的三圣母救出来。你说人家一家三口好好，你管这干嘛？自个儿孙女织女过得挺好的，跟牛郎俩人还都有孩子了，那也不行。
派老婆王母娘娘，你给我下去，把他弄下来。王母娘娘把织女正走了，牛郎一看背着俩孩子追吧，眼看要追上了，王母娘娘拔下银钗，后边一画，一道天河出现，从此两个人隔到河两岸两边，的确看不下去了，叽叽喳喳扎了个鹊桥，每年7月初7俩人见一面，一年才见一回。当然有人说那胡说，天上一天是人间一年，你这一年等于天上一天，其实织女等于天天跟牛郎见面。还有你看七仙女最小一个女儿，自个儿女儿她都不心疼，七仙女下界跟董永过了100天，好日子呢，她一看不行了，托塔天王下界，4大金刚下界，把人家好夫妻生生拆散。你看这王母娘娘、玉皇大帝这两口子净干什么事？专门一往情深的拆散人家幸福家庭，还以维护天条、什么保持天上的规矩，以这个为名。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神话传说里，你发现呢，玉皇大帝不是什么好人，王母娘娘也不是什么好人。你看这仪表堂堂的，其实是人间暴君的一种再现。所以我们说，封建社会的历个朝代，每个皇上其实都有横征暴敛的时候，那是绝对的人治大于法治，不受任何的约束。那么老百姓被这种权力控制跟统治的时候，往往苦不堪言。所以这时候把对这种人间权威的这种怨气可能通过神话传说来发泄出来。所以传说当中的玉皇大帝虽然看起来跟人间的皇帝一样，非常有威严啊，也穿着龙袍，拿着护板，你看往那一站，人模狗样的，背着那个珠冠。可是其实你看，凡是民间传说里边和神话故事里写到玉皇大帝，基本上都是那种蛮不讲理的、荒淫无道的、刚愎自用的、懦弱无能的，往往是这样形象。所以我说，这个传说当中包括着对人间权威的一种戏谑。我们这个系列呢，给大家讲了很多中国的神话传说故事。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听了有点糊涂，说我怎么听有的故事和你说那不一样呢？而且就老梁你自个儿说这些，我都看了啊，老梁故事会系列有的地方都矛盾。这也难怪，中国这个神话它这个体系非常庞杂，地大物博，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和尚一个庆，可能这个从众人嘴里传出来，这个每个人提法都不同。所以中国这个神话故事体系相对很混乱，有些事安不到一块儿。那么咱们今天要讲这个神仙呢，就可能是在我们的神话传说里头也是流传的比较混乱的一个体系，那就是三清。三清是什么呢？咱们看那个《西游记》里边武庄关那一段，唐僧师徒4人呢过武庄关，2个小童儿招待，说我家家师镇元子，就人参果那一节啊，说这一看这个大堂上供的呢是天地2字，孙悟空就来气了，说老道供的不供3清4帝的，供9曜星官，怎么还能供天地呢？武庄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2位仙童为何不供养3清4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2字供奉香火呀？不瞒师傅说，3清4帝是我家师傅的朋友，9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人这2个童儿很牛啊，3清是家师的朋友，你看那意思是道教里头3清是老大了，顶级的人物。镇元子是3清的朋友，你镇元子了不起啊，观世音都说那镇元子乃地仙之祖，颇厚，连我都让他3分。所以这3清是何许人也呢？什么人物呢？有的朋友说3清好像说太上老君什么元始天尊了，其实这个说法呢是后来才有的，是6朝以后才有。最早3清是什么概念呢？不是指人物，它是指仙境。原来的提法呢叫虚无自然大罗3清3境3宝天尊，这是全称。它指什么呢？道教里头讲36重天，36重天最顶层的第36层叫大罗天，一般来说就玉皇大帝什么的都在那儿，这后来传说的。那么往下这3层称为3清天，第34层叫太清天，第35层上清天，
33称为玉青天。所以一开始它是指呢仙境，就你越往上快到顶了，这3层为三清，也称三清天。到后来呢，才把掌管三清天的这个神仙简化为三清。三清原来的说法呢不一致，到后来一点点统一了，就变成了呢太清道德天尊，就是太上老君，上清灵宝天尊，玉清元始天尊，这为三清。所以说这三清呢，在《封神演义》里头呢就有了转化了。说这个太清太上老君和这个玉清元始天尊，他们俩呢是师兄弟，他有个师弟叫通天教主。这哥仨呢创造了禅教和截教。禅教是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创的，截教是通天教主创的。这两派打仗，一派帮助这个纣王，一派帮助西伯侯姬昌周文王，这打乱套了。《封神演义》就是一个以此为背景的一个大故事。那刚才咱说了，说这个道德天尊太清，这太上老君；玉清元始天尊，这对了。那这通天教主是不是那个上清灵宝天尊呢？没有一本书里说清楚是咋回事。但是你根据他脉络看呢，这哥俩呢创造了一个禅教，那边呢通天教主创造截教，这仨人呢关系还这么紧，还是师兄弟，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上清灵宝天尊就是通天教主。但是这个没有任何一本书说是这么回事，这也是我们根据神话传说呢合理的推论，没有定论。说这三位这么厉害，你看在道教体系里头，《封神演义》里是把道教体系说得很清楚的，就后边所有的这些神仙怪道啊，80%是三清的徒弟，是他们传下来的。这次的万仙阵收获不小啊！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乾坤袋内收纳散仙72位，地游宫门人34位，算上昨日孔雀大明王送回的乌云仙和今日收的定光仙在内，共引渡有缘之人108位啊！哈哈哈哈哈！引渡108仙，功德无量啊！那么说这三清从哪儿来的呢？咱们总能听说老子一气化三清，什么红军一道传三友等等等等。说这哥仨是师兄弟，既然是师兄弟就得有师傅，这师傅是谁呢？师傅叫红军老祖。这红军老祖是三清的师傅。咱们说红军叫一道传三友，就是他把真正的法术传给这仨人，他是这仨人的师傅。师弟，你的诛仙阵已破，你还是收手吧。我一定要和你拼了！师兄，三师弟，你是一教之主，怎能不明善恶，不分好歹，贸然下山，逆天行事？我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三师弟，我要带你去见师尊，让他评评道理。民间传说里头，我听到一个，也没有在任何一本书看到，说这红军老祖本领大到什么程度。这不是太上老君是他的大徒弟吗？太上老君收个徒弟，谁呢？南极仙翁，就咱们老寿星。可是一开始收老寿星的时候，他可不是这额头是这么大，突出这么一块，不是这样，是个帅哥。这太上老君就带着南极仙翁去见自个儿师傅去，说这个师傅，我给您收个徒孙，您看看我去，这徒孙长得漂亮。红军老祖说不行，我不能看，把眼睛闭着。说为啥？我现在闭关修炼，我这个眼睛睁眼看谁谁就得死，就跟火一样，我能给他烧化了。他说师傅她漂亮，你看一眼就行，完你赶紧闭上。我说老师那我看看吧，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看，这一看坏了。他看的是南极仙翁的脸，就见他这脸这额头哗滴滴答答往下滴水了，就给看化了。这人叫红军老祖一看，我这徒弟好不容易收了个徒孙，我怎么能给他弄死呢？随身这就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抓个东西就扔出去了，一扔出去啪扔到南极仙翁脑门，嘣鼓出一块了。就是现在我们看老寿星什么扔过去，百宝囊
说南极仙翁能耐大，就是他的能耐不是师傅给的，师爷给的，这本儿里全是宝贝，额头的。那说这个红军老祖是怎么传的太上老君、通天教主、元始天尊呢？这有个说法，既然说重新开天辟地，再造洪荒宇宙，开天辟地是谁干的事儿呢？咱都知道盘古开天辟地。说这盘古怎么来的呢？说最早的时候混沌之初，这弄不清楚天地的，都是跟浆子似的一团，有个这么大的像蛋似的啊，宇宙之间飘忽，这里头住着个巨人叫盘古，也不知道睡了多少年，迷迷瞪瞪醒了，一看四下黑咕隆咚，这哪行啊？要不从哪儿摸了把斧子？你说中国这神话有意思，这人刚开始有的不哪儿来把斧子？谁揍的这斧子是嘁哩咔嚓就凿啊，生凿了18000年，把这个蛋给凿开了。凿开之后，清清之气生生而为天，重浊之气降降而为地，分成天地。可是盘古这时候开天辟地，这天地一天往上升，一天往下降，盘古这身高也见长，顶天立地就这么来的吗？但是凿了18000年，这盘古累也累死了，最后死了身上这些物件，你像汗嘛，都什么山川草木了，胳膊腿都是什么这个长江大河了，这个眼睛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化成天地万物，这盘古死了。说这个红军老祖是谁呢？也在这混沌之气当中，就是灵气化为红军老祖，精气化为盘古大仙，他跟盘古是并列的。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扑朔迷离的三清老祖。老梁故事会是由中国酒魂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所以盘古死了呢，这个红军老祖呢，他跟他是平辈的。一看盘古死了，说盘古收下仨徒弟，就是盘古身体转化了，死了之后呢，变成了这3个人，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三清。说盘古一气化三清，红军老祖一看你死了，咱俩关系挺好，你化成这三清我都收当徒弟吧。就说三清是盘古的身体化成的，然后拜红军老祖为师，这是一种说法。你们3个给我听清楚，为师今日前来，是替你们3个洪门手足尽释冤愆的。过去孰是孰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引以为戒，从此后你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谁要是再记恨前仇，就是自绝于我红军门墙之外，天地不容。弟子谨遵法旨。再有一种说法呢，和这不一样，但比这个更靠谱一点。说这个混沌之初已经有红军老祖了，然后他收过徒弟是盘古，盘古开天辟地，能耐都是红军老祖给的。但最后盘古累死了，红军老祖很遗憾，说我对不起他，你说我教的这能耐，他开天辟地去了，累这样累死了，就是把这个盘古的三魂七魄，这不人死了道教讲三魂七魄吗？魂呢就指着你这个能独立飞升的为魂，魄呢得依附于人身体，说人死了之后魂飞魄散，魂要飞了魄没散，这人没死干净就变成僵尸了，这僵尸就这么来的。说把这盘古的三魂七魄呢，三魂转化成三清，七魄转化成七圣，7位圣人，然后他把三清就很自然的代替盘古成为自己的徒弟了。所以你看按这个对，我们要开天辟地还得禀报师傅，你本来我们就盘古转化的，所以这为红军一道传三有，其实是盘古一气化三清。但是我们常听到的呢，却是叫老子一气化三清。老子是谁呢？就是太上老君，道教的祖师爷，也有叫李耳写了《道德经》5000言，骑青牛过函谷。说什么叫老子一气化三清呢？《封神演义》里有一个形象的解释，就说这个老子就太上老君和通天教主打仗的时候，打着打着自己转化成3个法身就太清老道、上清老道、玉清老道。太上道兄，吾乃上清道人，前来助你一臂之力。太上道兄，吾玉清道人助你共扶通天道人。太上道兄，我太清道人来扶你共破诛仙阵。天不佑我，
何必刺我通天之名啊！师弟呀，这是为兄使的分身之法，名叫一气化三清。说这三位跟那三清一样，不是一样，就是假的化身，其实就是迷魂阵。就咱们有时候看那神魔小说里头，有人画出多少法身，拿着刀枪剑戟就奔你来了，其实是假的，他目的就迷惑你，把你困住。所以《封神演义》里说老子一气化三清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种迷魂阵阵法。其实和我们刚才说的盘古一气化三清不一样，那是真转化，这是假的，这是施法术。所以后世说老子一气化三清是形容太上老君的法力无边。那么这个太上老君老子，有的人糊涂说他们怎么是一回事？其实所谓的老子呢，中国历史上实有其人。你看孔子是这个老子，有这个说法说向老子问道，就老子产生的年代呢是春秋时期，比孔子要稍早一点，年龄比孔子大。可《封神演义》里写太上老君斗法那是商周时期，差这么些年呢。其实这个神话故事咱不用较真，不矛盾。就经常有的天上的仙人为了度化人间的人转世投胎，可以理解老子就是太上老君转世投胎到人间来布道来了。唐僧咱知道，唐僧是谁？前世是佛祖驾下二弟子金蝉子，这不也是转世投胎吗？形成玄奘法师，到这个西天取经，回东土大唐传教。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和这个很类似。传说当中呢，这太上老君怎么转世的呢？他化成个李子，在河里头漂。他母亲呢，就投胎这种叫玄妙玉女，正在河边洗衣服呢，累得浑身是汗，是又累又渴。水里飘过这李子，这看着挺好吃的，还解渴。他母亲拿个树枝划拉划拉，把这李子划拉过来，剥开之后就吃下去。这一吃就坏了，就怀孕了，就太上老君就进他肚子了。人家怀孕了，那10月怀胎一朝分娩，他这不是10月。这玄妙玉女一直活了80多岁，这孩子还在肚子里没出来。玄妙玉女实在等不了了，我都耳聋眼花，都这岁数了，我再死了，你这不成死胎了吗？你出来吧。他就硬出来了，硬出来，眼睁睁看着自个儿母亲玄妙玉女就这么死了，那估计是大出血而亡啊。那么他出生下来了，他在他这娘肚子里待了将近70年，一出生就白眉毛白胡子了，所以一出生就老了，就叫老子。由于是虎年出生的，他当地老子出生在河南，说当地人呢管这老虎啊叫狸儿，就那狐狸的狸，狸猫换太子呢狸儿，狸儿叫白了叫长了就叫成狸儿了，叫狸儿更顺呢，为啥？他是李子化成的吗？所以姓李嘛，所以老子后来叫狸儿。这是一个传说故事，就说老子是怎么来的，怎么样。但其实呢，老子一气化三清这个化字啊很有玄妙。他在现实当中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太上老君呢作为传道者，他在不同的年代转化成不同的法身传道。说太上老君有9981化，就化成过81个人。上古时为仓颉，到春秋时化成李耳，就是老子，这才是太上老君第17化。到东汉时期呢，化成这个张陵、张衡、张鲁3张。3张咱们大伙都知道，东汉末年有个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谁领导呢？3张领导的，五斗米道要推翻这个东汉政权，这都是太上老君的化身。在不同时代化成9981个不同的人，甚至后来呢有一本书唐代出的叫《老子画胡经》，胡就胡人的胡，说释迦牟尼也是老子的化身，就佛祖都是老子化身，因为释迦牟尼是印度人嘛，乔达摩悉达多嘛，
所以在古代中国管印度那叫胡人，西域胡人嘛，所以这一章叫老子化胡经，就转化成胡人，把这佛教呢传到这个东土尔来。我有经文3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望佛祖垂恩，赐弟子3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所以你看，这就是有关老子这些千变万化的故事。这个《封神演义》里说，太上老君和这个元始天尊创造禅教，通天教主创造截教，那阵还没有道教的。就禅教截教什么意思呢？很好玩。这个禅教就指禅名，禅术的禅。这个截教呢，就是当间截开。这两个教什么意思？禅教禅名什么？你得立起来吧。中间截断，这为破，一者为立，一者为破。咱们有句话叫不破不立，这双方是互相矛盾的。禅教理念是什么呢？我要阐明一个道理，那需要我名正言顺。所以禅教里头这些大罗金仙，那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是宁缺毋滥的，都是些上仙啊。你像什么普贤真人呢，太乙真人呢，包括后来姜子牙代表这个元始天尊下界来帮助这武王伐纣。但是通天教主的截教呢，他强调的是个人修为，你只要努力，你都能成才。所以通天教主那儿呢，有无数个草根。所以这个禅教截教的尖锐对立，它其实是精英贵族阶层和草根阶层的一种对立，是强调根红苗正出身和强调人人皆可修行，努力就可成神这么一种对立。盘古一气化三清，红军一道传三有，关于神仙起源有着种种不同的传说。那么为何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的神话体系却如此混乱？所以你看着咱们说神话，这里头包括哲学，包括历史学，包括人文伦理，包括历朝历代更替的政治学在里边。所以神话它是这方面的一种很世俗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解析中国神话体系的混乱，恰恰来自于中国古人历史观、价值观方面的混乱。我想这是我们解读神话过程当中不难得出的一个规律性的结论。我们解读《西游记》系列几乎把这些人的来历得说个遍，像孙悟空啊、猪八戒、沙和尚、唐僧啊，甚至牛魔王、铁扇公主，咱们都说了。可是有的观众朋友给我们这个微博留言说，有个最重要的那么俩人物你没说，个领头的谁呢？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但凡中国这神仙一提到神仙体系，也像我们现实世界里边，你离不开那行政长官，就顶级的领袖皇上。天上也有皇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这两口子你没提。咱们今天就说说这二位。一提起这两位呢，有的朋友很有气，你说他们凭什么就成天上领袖了？没看出有啥能耐。王母娘娘管个蟠桃园，吃喝玩乐的，还最后让孙猴去管去，把桃头给偷了。玉皇大帝不用说了，他天天发号施令，有的时候刚愎自用，怎么看都像个腐败分子。孙悟空一打上去，趴桌底下喊肃请如来佛祖，他这个人怎么能当上皇上呢？咱今天就给大伙说说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怎么来的。那么咱们先说这玉皇大帝。你看这孙悟空打上天有句话，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他怎么封齐天大圣吗？我跟天是一边齐的，你能做呢，我也能做的。这时候如来佛祖来了，把孙悟空给收拾了。收拾之前，他对孙悟空说了一番话：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境？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72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108000里，如何做不得天位？我和你打个赌。哦，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
说你这猴子成精，你就想坐人玉帝的位置？你知道人玉帝怎么回事啊？你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学72变就想取代他位置，不能。人是历经了1750劫，一劫为129600年，129600年乘1750，咱都算不过来了。你就说人家得经历了多少劫难才有今天？佛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玉皇大帝原来也是凡人，也经历了好多劫难才修到今天。那么说1750劫129600年，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劫呀，咱们说你命中有此一劫，就是劫难。搁在神话里头呢，它分成两种劫，一为天雷劫，一为地雷劫。什么叫天雷劫呢？就是天打五雷轰。地雷劫分成5种，金木水火土。何谓金呢？让人割刀捅死了，这为地雷劫里的金劫；让人割棍子打死了为木劫；掉河里淹死了为水劫；在火里烧死为火劫；夸房子塌了，这叫土劫。所以天雷劫、地雷劫是指威胁生命的重大灾难。也就是说，玉帝赶上这事儿，赶上1750回，他都没死，所以历时那么长时间才修到今天。所以这说明玉帝也是凡人修成。那既然是凡人修成的，玉帝是哪个凡人呢？这里头说法很有意思。有说叫张白仁的，有说他原来叫张友仁的。咱们说这张友仁这故事有意思。说这玉帝原来是干嘛的呢？就是个跟班的随从，跟着谁呢？跟着《封神演义》里那个斩将封神的姜子牙。我们都知道姜太公天下初定，商朝灭了，西周起来了，姜太公的功成名就了，由他来封神吧。封神榜，我灵圣武封为活福星，楚行孙封为屠福星。365个正神都封完了，剩下一把金交椅。这把金交椅上写4个字玉皇大帝。这个位置是谁的？也得姜子牙封。那么这个位置是谁的呢？姜子牙给自个儿留着的。他琢磨这好事了。可是他来封神呢，你说你要自个儿坐这么好位置，不成监守自盗了吗？等于贪污受贿。所以姜子牙吧也不大好意思说这位置就是他的。这不他后头一堆跟班吗？紧挨着他这跟班的姓张，叫张友仁。这时候有人就问姜子牙了，以往的神仙问这个丞相，这个位置您打算封给谁呀？玉皇大帝还空着呢。姜子牙一捋胡子诸位不必操心，有人做，有人做。他刚说完有人做，后边张友仁滋溜转出来，啪坐在这上头来。丞相您可说有人做，我就叫有人呐。张友仁其实是姜子牙那客气，说你们别操心，一定有人坐这位置。没想到这张友仁乘虚而入，坐在这位置上，一道金光护体，这就算成了。给姜子牙气的自个儿没位置了。咱们都知道封神封到最后，姜子牙自个儿没位置，经常搁墙根那蹲着。姜子牙，纵然我申公豹不能成正果，也不能享受荣华富贵，但我是一个神仙。可你呢？你100年之后已没有神仙好封了。没他位置了。姜子牙一看来气了，好，你觉得你坐这位置挺高吗？我比你还高。扑通，姜子牙跳起来，蹲到房梁上了，往下一指，你既是玉皇大帝，我咒你辈辈男盗女娼。什么意思呢？姜子牙跳房梁顶上了。咱们有的农村有个生活经历朋友，一起房子房梁上有几个字叫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就是姜子牙是保护你家房梁的，就姜太公在这顶上呢。各位神仙别打扰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也有叫太公在此，诸神谨记。这就是姜太公蹲房梁来历。说玉皇大帝，你个张友仁，我个随从，你得这位置了，我咒你辈辈男盗女娼。怎么叫男盗呢？有时候晚上咱们看天上滋溜有个流星，这时候窜那头去，据说那是玉皇大帝的儿子。
这个星叫贼星，会偷东西，这为男道。女娼是怎么回事呢？玉皇大帝的妹妹跑到人间去了，跟别人通婚了，生下了杨戬、杨二郎，再加上妹妹杨婵，就三圣母。后来三圣母这玉皇大帝的外甥女儿也四番下界，与书生刘彦昌结为夫妇，生下个小孩叫沉香，后来劈山救母宝莲灯的故事。你看，妹妹下界四番，外甥女儿下界四番，女儿七仙女儿看上董永了，下界了，孙女织女下一个牛郎好上了。这在过去违背原来的天庭规矩，这属于不守妇道。所以说，你儿子被位为贼，女儿被位为娼，男盗女娼。说这是姜子牙恨的你个张友仁，你把我的座给占了啊！所以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咱一听那就是扯淡。还有人说玉皇大帝怎么来的呢？说他是道教的跟班的。说原来跟着这个三清后头。说三清是什么呢？咱们一说道教，老子一气化三清，都供这三位。三清是什么呢？是玉清元始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上清灵宝天尊，这为三清，都是老子一个人画的三个化身。说这仨人身边呢有两个道童伺候，一个叫玉皇，一个叫玉帝。后来呢，仿照人间的皇帝，他俩就合二为一了，就叫玉皇大帝吧，简称也叫玉帝。也就是说呢，这玉皇大帝呢是三清跟班的。说白了，就像我们现在说，这玉皇大帝呢就算是总统，三清呢就是宗教领袖。还有人说他跟这道教有关，其实这些无稽之谈。这玉皇大帝在中国民间兴盛啊，是宋以后的事儿。说白了，是人间的皇上封的玉帝。这得说到北宋宋真宗。宋真宗有天晚上睡觉起来之后，突然间跟所有大臣说，昨晚上玉帝给我托梦了，说你们老赵家上应天相，你就活该做大宋江山。那赵匡胤嘛，他祖宗说，就是你要想做得稳呢，你得感谢上天。说白了，感谢玉皇大帝。怎么感谢呢？到泰山顶上开坛封禅，祭拜天地。这宋真宗稀里糊涂就是到泰山顶上弄这些事儿去了。哎，到了山上弄，然后呢，说我这个祭天嘛，得给玉皇大帝起个名，起个号。说不有玉皇大帝，字儿太少，起成什么呢？叫太上开天，直服玉立，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有人说这也太长了吧？过去就是字儿越长显得越牛，封号越长显得这人越了不起。所以后来呢，把玉皇大帝这个称号呢，北宋时候呢，由17个字扩成20个字。就我们今天常见的供玉皇大帝有那么20个字，叫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你听20个字。所以说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哪那些玉皇大帝，那都是人间的皇帝，为了给自己寻找执政合法性，他才这么干的。意思玉皇大帝是我爹，天子吗？我爸爸都这么牛，那我得啥样呢？所以这个是玉皇大帝传说当中所有的由来，其实他都是人做的鬼，人封的。那么说和他一家这王母娘娘怎么来的呢？也有来历。有人说呀，这王母娘娘和玉帝呀不是两口子，一开始是兄妹俩，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他俩就有。还有的说他俩呢是娘俩，王母嘛，王的母亲，意思说玉帝是王母他儿子。还有人说他俩是同事，就是玉皇大帝呢管男神仙，王母娘娘管女神仙。说白了，就现在妇联主席，说他俩是各管一半。这说法都有，一直到宋代以后，到《西游记》这时候成型了，说他俩是两口子。以前开始没人说他俩两口子，而且这个王母这个传说由来比玉帝还早。因为咱们中国过去有一部神话故事的著作叫《山海经》，《山海经》里就提到王母，但可不叫王母娘娘，叫西王母。西王母虽然有人的模样，但半人半兽，蓬着头发，戴着首饰，不但长着豹子的尾巴，还长有虎牙，喜欢长啸。这西王母长什么模样呢？长得这个面目狰狞，
豹的尾巴，老虎的牙，身上佩戴玉石，一张嘴就跟狼嚎似的，是这么个形象。有人就考证，这是什么形象呢？这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氏族公社那个部落首领的形象。豹尾是啥呀？就好比印第安人穿的带羽毛的衣服似的，佩玉石佩饰吗？一张嘴嚎，像不像过去部落那个氏族领袖那个范儿？据《左传》记载，在春秋之前，中国西北的羌戎族一直流行披发风俗，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了汉代以后。羌戎族是中国古代对西北各个少数民族的统称，而周朝王室的先祖其实也是羌戎族部落中的一员。说其实这反映了原始氏族部落的风貌。说这个呢是当时西王母的形象。后来呢，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里把这西王母归着归着就给弄成女人了。怎么弄的呢？有一本书叫《穆天子传》，写的什么呢？西周时候有个周穆王，周穆王呢往西走，驾着马车，马车有8匹马，被称为穆王8骏。咱们可能很多朋友看过徐悲鸿的画，其中有名的8骏图就是画的周穆王8匹骏马。载着周穆王就来到昆仑山了，说这西王母就在昆仑山，昆仑山乃是仙山，说这西王母呢就是由仙山阴气聚集而成，这么个神仙，女的。说当时这西王母一看周穆王来了，乐坏了，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过老爷们了，赶紧大摆宴宴，说在这个昆仑山的瑶池宴请周穆王。后来有人考证说这瑶池是哪儿的，应该是现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克拉库勒湖。说这不都对上了吗？西王母是当地的氏族领袖，招待中原来的皇上，名正言顺了。据说俩人呢在这个招待过程当中眉来眼去的，还产生感情了。穆天子传里就写了吗？说这个西王母还做首诗给这周穆王，后边2句呢叫羌子穆死，尚能复来。说这什么意思呢？变化成歌就是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周穆王也有情，一拱手不见不散，他俩就约上了。也就是说，这时候这西王母呢，作为一个女人的形象，女神形象已经立起来了。但是她的真正情人不是玉皇大帝，那是周穆王。包括后来一直到唐宋时候，这王母娘娘的传说里边说，她那个配偶还不是玉皇大帝呢，说这人叫东皇太。咱们读过屈原写的东西里边，屈原专门给东皇太写过一篇祭文。后来东皇太呢叫东王公，你看这名有意思吧？东王公西王母，东对西，王公对母，正好是一对。所以一直到后来到了这个宋以后，西游记里边才把王母娘娘跟玉皇大帝弄成2口子。为啥弄成2口子？咱想象的。你看天上男的他最尊，女的他最尊，男的他威风凛凛，女的母仪天下，跟人间的皇帝皇后他是一回事。所以既然这俩人一公一母凑一块吧，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就那么的给弄个2口子。所以你看说到这儿，你就知道这其实什么神仙都是人琢磨的，人编撰出来的。那么这2口在一块儿呢，咱们正常想象说这是都了不得的人物，应该都是正面的东西，但不是。这个民间传说里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不怎么地，你就看《西游记》里头没轻糟蹋他俩，管理能力也不行，还刚愎自用，颐指气使的。有人说这2口子日子都不好好过，说这老2口都有事儿，咋说外头都有人？说这什么呢？有人就说你看玉帝跟谁好呢？跟嫦娥。说哪儿写这事儿呢？你看猪八戒是怎么下的界？天上天蓬元帅9岁之后闯入广寒宫调戏嫦娥，被玉皇大帝贬入人间，错投猪胎，还有猪八戒。这贬入人间一开始可不是要这种方式，直接砍头把天蓬元帅杀了。你大伙琢磨琢磨，罪不至死啊！孙悟空什么罪？造反呐，那是颠覆国家政权呐，最高级的罪过。就这罪过，最终也不过来个终身监禁，其实是500年有期徒刑。唐僧把他给放了吧，后来佛祖压到五行山底下了。那人家天蓬元帅凭什么犯点流氓罪？
而且也最后没有什么后果啊，就是调戏嫦娥就给杀头，这太狠了吧？就这玉帝何以执行标准不一呢？有人就猜了，你想想啊，嫦娥本来是在地下当神仙，王母娘娘给她灵药，说你吃完了能升天，可别一人啊，跟你这个丈夫后羿，你们两口子一块来。结果嫦娥就好奇害死猫，自个儿先把药吃了，噌飞起来了，上天了。上天到广寒宫，寂寞无比。他这是寂寞了，王母娘娘已经人到中年了，虽然虚娘半老，但这姿色也不怎么样了。玉皇大帝在天上天天琢磨，这嫦娥这么漂亮，有人说动歪歪心思了。那王母娘娘看得登登的，玉皇大帝畏其如虎，不敢有举动。光是有这贼心，可没这贼胆。说是没贼胆，到这天目元帅胆大妄为，玉皇大帝气坏了，你敢动我的女人，斩！所以才有严惩猪八戒这说法。但是我说这儿您就这么一听，这基本就是咱们瞎猜。还有说这王母娘娘也有事儿，说跟谁有事呢？也按照这逻辑来，跟沙僧有事。你说《西游记》这哥俩多倒霉吧？这说怎么有事？你看沙僧，他本来是天上卷帘大将，说白了，玉皇大帝仪仗队的队长，因为误打碎琉璃盏被罚下界，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了，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傅，请师傅留下弟子吧。说白了就是损坏公共财物，还不是故意打碎的，就等于现在说这儿放一个吊灯，啪我给弄碎了，就这罪过就给弄下界了。而且贬到流沙河那受什么苦呢？万箭穿肋啊！10000支宝剑唰唰唰从肋头这穿过去，哪这么大罪过啊？就等于失手损坏公共财物，就这么大罪过。有人说玉帝恨得为什么呢？仪仗队队长现在你看咔咔这都是1.8米多个头，沙和尚也是啊，仪表堂堂啊，精精神神的。说保不齐王母娘娘就看上他了，俩人就有事了。玉帝一看你给我戴绿帽子，这还了得，借着这个过错把沙和尚给收拾一通。当然我说这你一听无稽之谈，就我们大伙在这猜，也不排除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这都有可能。所以就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这完全就是一些笑话。为什么会有这些猜测出现呢？它有道理。因为过去玉皇大帝呀，这不象征着皇权吗？这皇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这个荼毒天下人之肝脑，离散天下人子女曰：此无产业之花息也。这是我产业的利息，随便祸害老百姓。大家对皇权心里恨得很，恨是恨呢，你骂皇上不行，那逮着还了得吗？砍头。但玉皇大帝是虚幻的传说呀，神话人物，那我借骂玉皇大帝骂王母娘娘发泄一下心里不满。所以咱们神话里的玉皇大帝可没有现实当中的皇权，他在位的时候大家对他山呼万岁，就说明我们对现实皇权有气愤。那好，把它发泄到神话里这些皇上皇后当中。所以我们说神仙是怎么出来的？人想出来的。神仙身上这些经历是怎么回事？它是人间真实经历的一种反应。所以大家别盲目相信这些神仙，其实神仙就在你身边，神仙的遭遇也是咱们人类的遭遇。